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西方所有哲学家都是苏格拉底的徒子徒孙，柏拉图是他的学生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。后面2000年，所有人都在回答他提的问题。他没有写过一本书，一个字都没有。他没有建过一所学校，连一间教室都没有。他没有收过一个学生，也没有发过一张毕业证。他站在雅典的广场上，拉住过路的人问问题，问了70年，问到了全雅典的人都烦他。最后，雅典人把他告上了法庭，判了他死刑。他端起那碗毒酒，一口气喝完，躺在床上等死。他是苏格拉底。公元前469年，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石匠，刻墓碑的。他母亲是一个接生婆，帮别人生孩子。苏格拉底长得不好看，秃头，大肚皮，眼睛凸出来，鼻子塌进去。他从来不穿鞋，不管冬天夏天，从来不洗澡，身上有味道，一件破袍子从年头穿到年尾。雅典人嘲笑他的长相，他不生气。他说：你看我丑，但你看我里面的东西比外面好看。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当过兵，打过仗，他打仗也很能扛。冬天光着脚站在冰上，比穿鞋的士兵还站得住。他救过战友的命，把受伤的人从战场上背下来。雅典人给他发勋章，他不领。他觉得打仗不是为了勋章，但他真正做的事不是打仗，是聊天。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，走到雅典的广场上。广场上什么人都有，卖菜的，算命的，讲学的，闲逛的。苏格拉底看见谁就走上去，拉住那个人，开始问问题。你问他叫什么，他不说。他问你，你是做什么做的？那个人说，我是将军。他说，那太好了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勇气。将军说，勇气就是在战场上不退后。苏格拉底说，那如果后退是为了把敌人引进来呢？那算不算勇气？将军说，那也算。苏格拉底说，那你刚才说的话就不对了，勇气到底是什么？将军被他问得说不出话，骂了他一句，走了。苏格拉底没有生气，他继续找下一个人。你是谁？你是做什么的？那个人说，我是政治家。他说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正义？政治家说了一堆话，苏格拉底一个一个的驳，最后政治家也走了。苏格拉底站在广场上，身边围了一群年轻人，他们不买东西，不办事儿，专门听苏格拉底问问题。那些年轻人里有一个人叫柏拉图，20岁，家里有钱，长得漂亮。他听了苏格拉底的话就不想走了。他跟了苏格拉底8年。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教过课，他不会讲课，他只会问问题。他把自己的方法叫产婆术。他母亲是接生婆，帮别人生孩子。他说，我也在接生，我帮别人把脑子里的想法生出来。你不是没有想法，你只是不知道你有一个想法，我帮你把它掏出来。你一看，哦，原来我是这么想的。然后你再看这个想法对不对？他自己不回答问题。你问他，苏格拉底，你说什么是正义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问你。他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所以他不停地问。他有一句名言，我知道，我一无所知。这句话后来刻在德尔斐神庙的墙上。雅典有一个神庙叫德尔斐神庙，里面住着女祭司，替阿波罗神传达预言。有一天，苏格拉底的一个朋友跑进神庙里，问女祭司，雅典谁最聪明？女祭司说，苏格拉底最聪明。苏格拉底听说以后说，我不信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是最聪明的？他去找雅典公认聪明的人，一个个问。他先问政治家，问完发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但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。他又问诗人，问完发现他们写的诗不是自己想出来的，是灵感。他又问工匠，问完发现他们懂手艺，但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
苏格拉底说，神说我最聪明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知道，我比他们强一点点。苏格拉底问问题不是为了把别人问倒，他是真的想知道。他问勇气是什么，问正义是什么，问美是什么，问好是什么。每一个词你平时都在用，但他一问你，你就发现你说不清楚。他就是要让你发现这个，你以为你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。知道你不知道才是知道的开始。雅典人受不了他了，大人烦他，说他把孩子教坏了。他们的儿子以前乖乖的，听了苏格拉底的话，回来跟老子顶嘴了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你知道什么叫管教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雅典的家长们气得要命。还有人说苏格拉底不信神，雅典人信宙斯，信雅典娜，信阿波罗。苏格拉底说他心里有一个声音，是一个神谕，提醒他不要做什么事。雅典人说，你的神不是我们的神，你在搞新东西，要抓起来。公元前399年，苏格拉底70岁，3个人联名告他，罪名2条：一，腐蚀青年；2，不信雅典的神。法庭在雅典市中心，500个人当陪审员，投票决定有没有罪。苏格拉底站在法庭上，他不穿袍子，光着脚。那些陪审员看着他，有的人认识他，在大街上被他堵过。苏格拉底开始为自己辩护，他说，你们说我腐蚀青年，我问你们，一个人跟他的邻居住在一起，如果把邻居教坏了，邻居会把他赶走吗？会。有人来告我，说我把他们的儿子教坏了，那他们的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告我？他们的父亲为什么不来作证？事实上，他们的父亲坐在你们中间，他们没有说话。他说，你们说我无神，你们听见过我说过神不存在吗？我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是神给我的。你们说那不算神，那你们告诉我什么算神？他接着说，我不怕死，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是什么。你们以为自己知道死是什么，其实你们不知道，只有我不知道死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怕。苏格拉底说完了，陪审团投票，280票有罪，220票无罪，差一点儿还是判了。按雅典的法律，判了死刑以后，被告可以提出另一种刑罚，比如流放，比如罚款。苏格拉底说，我该受什么罚呢？我天天在雅典城里转，跟你们聊天，帮你们想问题，我这是在帮你们，你们应该请我吃饭。陪审团的人听了更生气了，他们又投了一次票，这次赞成死刑的更多了。苏格拉底被判喝毒酒，他被关进牢房里。他的朋友们来了，他们说，我们帮你跑，船已经准备好了，钱也给了，你只要点头。苏格拉底说，我不走。他说，我这一辈子都在雅典生活，雅典的法律把我养大，让我上学，让我当兵，让我结婚，我一直没有走。现在法庭判了我走了，就是我不遵守法律，法律不完美，但我要遵守。我不因为他判错了就不认他。他的学生克里同哭了，克里同说，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苏格拉底说，你们怎么办跟我在不在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应该继续问问题，你们问就有答案。那天傍晚，太阳快落山了，牢房门打开，行刑的人端着一碗毒酒走进来。毒药是毒芹，喝下去从脚开始麻，慢慢往上走，到心脏就停了。行刑的人说，苏格拉底，你把酒喝下去，在牢房里走一走，等腿麻了就躺下。苏格拉底接过碗，手没有抖。他问行刑的人，我能不能倒一点在地上敬神？行刑的人说，只有够你喝的。苏格拉底点点头，端起碗，一口气喝完。他把碗放下，站起来，在牢房里走了几步，腿开始发麻。他躺下来，身边的人在哭。他说，安静一点，我正在死。他按行刑的人说的，把腿伸出来。行刑的人捏了捏他的脚，说，没有感觉了。
又捏了捏小腿，也没有了。马走到胸口的时候，苏格拉底说了一句话。克里同问他：你有话留给我们吗？苏格拉底说：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，你替我还了。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的药神，病人病好了以后杀一只鸡献给他。苏格拉底说：我欠他一只鸡，他的病好了。他的病是什么？是活着。他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了，他把病治好了。说完，他把脸蒙上，不动了。克里同替他合上了眼睛。苏格拉底死的那天，柏拉图不在，他病了。但他后来把那一天的对话写成了《斐多篇》。那篇对话的最后一段，后来被人读了2000多年。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。我们今天知道的苏格拉底，是从柏拉图、色诺芬、阿里斯托芬的书里看来的。柏拉图写了很多对话录，里面的主角叫苏格拉底。那个苏格拉底一直在问问题，从来不回答问题。你问他什么是美，他说我不知道。你举个例子，他说那不算。你再举一个，他又说那也不算。你问急了，说那你告诉我吧，他说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问我？他说因为我想知道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问了你一辈子，问到自己被毒死。苏格拉底没有给答案，他只给问题。他的问题比答案重要，因为你会自己去想。他让你开始想。2000多年了，人们一直在想他的问题：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勇气？什么是美？什么是好？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他的问题让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想。苏格拉底的一句话后来被写了很多遍：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。你没想过你为什么要活着？你活着就等于没活。他死了，但这句话替他活着。他站在大街上，光着脚拦住一个人。那个人不耐烦了，说：你烦不烦？苏格拉底说：我不烦，你才烦。你的日子过反了。你以为你在忙重要的事，其实那些事儿不重要。你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他走了以后，他的学生把他的方法传了出去。柏拉图写了一本《理想国》，里面回答了很多苏格拉底提的问题。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，把什么是好讲得清清楚楚。后面2000年，每一代哲学家都在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。康德回答，黑格尔回答，尼采回答，萨特回答，没有人敢不回答。你不回答，他就站在那里看着你，问你：你觉得你知道了吗？苏格拉底长得丑，但他不在乎，他觉得自己里面好看。他里面装的是什么呢？是问题。他装了一肚子的问题，他每一个问题都比别人的答案值钱。雅典人笑他，他不生气；他笑他们也不生气。他笑他们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在忙，其实在忙着浪费。他不忙，他每天就做一件事：问你停下来，问到你低头，问到你承认我不知道。法庭上那500个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。苏格拉底说：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500个人觉得他疯了。他说：你们才是疯的，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说：你们判我死刑，你们会后悔，我不会，因为我去了更好的地方。他说的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没有人知道。他知道吗？他也不知道。他说过，他不知道死是什么，所以他不怕。他不怕自己不知道，怕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。他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怕。苏格拉底死的那天，夕阳照在雅典的城墙上，牢房里很暗，他的学生围着那张床，克里同替他合上眼睛。他们站起来看着那张空床，他们以后要去哪里听他讲话？他死了，再也不会站在广场上等他们了。
但他把一个问题留在了那里。那个问题是没有声音的，但每一个人走进去都能听到。他用一辈子的时间问了一件事：人应该怎么活？他没有给出答案，他让你自己去找。你找得到也好，找不到也好，你开始找的时候，他的问题就已经完成了。苏格拉底死的时候，雅典人以为他们赢了，他们把那个烦人的老头杀了。但第二天，广场上有人在问问题，不是苏格拉底，是他的学生，他的学生的学生。你赶走一个，来了10个。雅典人后来知道了，他们杀不死他，他在每一句问话里活着。苏格拉底没有房子，没有地，没有存款，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留下。他的学生要给他立碑，他说不用，你立了碑，过几百年字就磨没了。你替我做的事是替我想问题。那块碑不长，但问题会自己长大，它会跑到别人的书里，跑到别人的嘴里，他的字不会磨没。他说的对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苏格拉底，知道他没有写过书，知道他站在大街上问问题，知道他被毒死了，知道他说的那句话，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。你记得他，不是因为他打赢了仗，不是因为他写了书，不是因为他留下了钱，他什么都没留下，但他留下了一个问题。那个问题2000年了，还没有人答完。有人问苏格拉底，你为什么不出书？他说，我不写，写了你们就不想了，你们会把它当成答案背下来考试，然后忘了。我要你们想，他不要信徒，不要弟子，不要追随他的人，他要的是跟他一起想问题的人。他不要你崇拜他，他要你问他。他不要你记住他，他要你怀疑他。他不要你跟着他走，他要你自己找路。苏格拉底死前说，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。他不确定，他不确定有没有那个地方，但他敢说，因为他觉得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活明白。他活明白了，他说，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的最好，我一直在问，一直在想，从来没有骗过自己，这就够了。雅典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怕死？他说，你吃过毒药吗？没有。那你吃过以后就知道了。我现在不知道，所以我不怕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用怕，你知道了也不一定怕。怕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。他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所以他什么都不怕。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说过一段话，柏拉图把它记下来了。他说，雅典人，你们杀了我，你们会后悔，因为你们杀的不是我，你们杀的是你们的良心。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跟你们说真话了。你们不爱听真话，你们习惯了假话。我把真话带走了，你们就只剩下假的。苏格拉底死后，雅典人后悔了，他们把告他的人赶出了城，他们给他立了一座铜像，铜像站在雅典的广场上，光着脚，穿着破袍子，伸出手，正在问问题。铜像的眼睛是空白的，没有瞳孔，因为他不是在看你们，他在听，他在听你们的回答。罗马人后来征服了希腊，他们把苏格拉底的书带走了。罗马人不喜欢他，他太穷了，太丑了，太爱顶嘴了。但他们读了他的话，就不敢不敬。他们知道这个人比他们的皇帝还大。黑暗的中世纪，欧洲人把他的书藏起来，教会不喜欢他，他怀疑一切，连神都问。教会说，你闭嘴。苏格拉底没有闭嘴，他的书在修道院的地窖里等着被翻开。文艺复兴的时候，有人把地窖的门打开了，苏格拉底站在那里问，你们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那些人把他的书带出去，印出来，传遍欧洲。欧洲醒了。那个问他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以为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
你们不知道。他们被他问醒了。苏格拉底从来不给出答案，他只给你一个开始。那个开始不是这是对的，那个开始是这是不对的。你觉得你知道正义是什么？不对。你觉得你知道勇气是什么？不对。你觉得你知道爱是什么？不对。你去想，想出来了再告诉你，那个也不对。你继续想。它像一面墙，你撞上去墙不动，你疼，你再撞再疼，你撞了很多次，你发现你不需要撞了，你绕过去了，你找到了自己的路。苏格拉底就是那面墙，他的一生像一场球赛，他不是球员，他是那个发球的人。他把球扔出去让你接，你接住了，传给别人，别人再传，球一直在飞，2000多年了，球没有落地。他的一句话后来被写在很多大学的墙上：教育不是灌输，是点燃。他的老师不是教他什么，他的老师从来没有教过他，他的老师把他脑子里的火点着了。他的老师是谁？是大街，是石头，是那个指南针？哦不，他没有指南针，他有的是一张嘴。他用那张嘴把欧洲点燃了，欧洲烧了很久，烧出了科学，烧出了哲学，烧出了民主。火是从他那里来的。他站在那里，光着脚，风吹着他的袍子，他没有动，但他把世界推了一下。他推的是什么东西？他推的是习惯。人习惯了跟着别人走。他说：你为什么要跟着？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你不知道那个人要去哪里，你跟着是因为别人都跟着。他说：你停下来，你问你自己，我想去哪里？这句话在2000多年前没有人说过。在他之前，人听神的话，听国王的话，听传统的话。他说：你听自己的话，你自己的脑子是最好的指南。他的指南针不是铁的，是肉的，长在你的脑袋里。你不动它，它就生了锈。他一辈子都在帮别人擦锈，他问一个擦一个，问一个擦一个。他把雅典人的脑子擦了一辈子，雅典人烦了，把他杀了，但锈又长出来了。后来的人要自己擦了，他帮不了你了。苏格拉底杀过一个人吗？没有。偷过东西吗？没有。骗过人吗？没有。他只是问问题。雅典人杀他是因为他们不爱问题，他们爱答案。答案让你舒服，问题让你疼。他让雅典人疼了一辈子，他们受不了了。你疼过吗？你走在街上，有人问你在干什么？你说我在上班。他说你为什么上班？你说赚钱。他说你为什么赚钱？你说活着。他说你为什么活着？你说不出。你疼了，那不是肉疼，是脑子疼。苏格拉底让你疼了，疼完以后你想了，想完以后你变了。苏格拉底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他跟你讲道理，但他讲的道理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的道理是我告诉你，他的道理是你想一想。他不给你鱼，他给你鱼竿。苏格拉底死的那天，雅典的天气很好。他的学生后来回忆说，那天的阳光很亮。他把那碗酒喝下去的时候，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。他的表情很平静，像一个累了很久的人终于可以躺下了。他不是不累，他累了。70岁，站在大街上问了几十年，被人骂，被人告，被人关，但他没有停。他停的时候，是他把那碗酒喝下去的时候。他完成任务了，他把该问的都问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们。他的学生克里同后来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，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躺在床上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很凉。他说，克里同，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话吗？我说记得。他说，我们说过灵魂是不死的。我说是。他说，那你不要哭，
克里同写完这封信的时候，手也在抖。2000多年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个孩子躺在床上，翻一本关于哲学的书。他读到一个名字，苏格拉底。他不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。书上的画像是一个秃头、大肚皮、塌鼻子的老头。孩子笑了。他接着读到苏格拉底问他的朋友什么是勇气。孩子停下来，想了想。他想了很久，他没有答案，但他开始想了。苏格拉底要的就是这个，他不需要你知道答案，他只需要你想。你想了，他就活着。他在那个孩子的脑子里活着，在每个看到这句话的人心里活着，在每一个你为什么里活着。晚安。如果你今天被人问了一个答不上来的问题，不要难过，那是苏格拉底来看你了。他没有走，他站在你门口敲了3下，你去开门，没有人。地上有一行字：我知道我一无所知。你笑了，你知道他来过。